最新爆料，习近平的独生女习明泽据说已经悄悄进入中共中央办公厅。虽然官方还没有确认，但是外界解读这一步可能意味着所谓的红色王朝工程正在启动。同时，北京政坛也在剧烈的震荡。公安部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接连换掉多名高层，王小红的亲信几乎被彻底的清空。过去牢牢掌握在习家军手里的刀把子，现在已经落入了集体管控。那么红色公主的传闻，再加上公安部的大洗牌，这两个信号加起来，让外界都在问：这是习近平在为家族铺路，还是在困境中被迫做出的权力交易呢？这究竟是家天下的前奏，还是习近平失势的征兆呢？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邓梅。原上海企业家胡立任9月9号在海外公开爆料，说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彭丽媛的独生女习明泽已经进入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始熟悉各个部门的运作。胡立任认为，这是习近平在为女儿的接班铺路，把中共的党天下一步一步推向家天下。这条消息一出，大家都在议论。要知道，中办可不是普通单位，它是中共最高权力的神经中枢，掌管着政令传达、文件流转，还有机要保密。那么历任中办主任呢，几乎都是一把手的亲信。比如说，我们来看看江泽民的曾庆红、胡锦涛的令计划，还有习近平的丁薛祥和蔡奇。那么如今传出习明泽直接进入到这个核心机构，被外界视为是跳过了基层历练，直接闯进最高权力中枢。其实这并不是习明泽第一次出现在政治场合，早在今年6月初，习近平神隐2周后，当时习明泽会见了到访北京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并且设宴款待。外界原本并不清楚细节，但是白俄罗斯副总理后来在采访中透露，在这场会见里，习明泽首次现身，陪同父亲接见外国领导人。这条消息呢，同样引发了广泛解读。有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有意要打破传闻，因为外界一直在传说习明泽还在美国哈佛，甚至有人提出要把他驱逐出境。但是习明泽在北京亮相，就等于证明他早已回国。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习近平的刻意安排，让女儿逐渐走上政治舞台，从公开陪同外宾开始，慢慢增加曝光和经验。那么支持这些看法的人认为，这符合习近平的逻辑。作为定于一尊的独裁者，他在党内找不到任何绝对可信的人，只有血脉至亲才最可靠。在年纪渐长、权力迟早要交班的时候，他能完全信任的只有不会背叛自己的女儿。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习明泽的出场很可能就是家天下工程的铺垫。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您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您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时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
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回顾中共历代领导人几乎都有过子女接班的念头，但是最后却是不了了之，失败而告终。在毛泽东时代，他最为看重的大儿子毛岸英被安排进党内，还送到了苏联去深造。那么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毛岸英可能就是接班人，但是在1950年朝鲜战场的一次轰炸，让毛岸英28岁就去世了。毛泽东从此再没有机会推动红色世袭。江青后来试图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掌权，但是毛一去世，他很快就被打倒。到了邓小平，他的子女虽然成了权贵，拿下了不少的商业利益，但是邓本人从来没有想过让子女染指最高权力。江泽民、胡锦涛的子女也一样，虽然靠着父辈进入了金融、能源、地产这些领域，但是没人能够进入接班人的序列。党内似乎有一个默契，就是最高权力不能落入家族手中。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还没有哪一个党魁的子女能够直接接班。就算是毛泽东当年的声望远远的超过了今天的习近平，他都没有能够让江青接班。那么如今习近平的处境远远不如当年的毛，所以习明泽接班背后仍然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有不少观察人士也对习明泽接班持怀疑态度，理由之一呢，就是就算是中共这个黑帮式的政权，它的内部仍然有一套游戏规则。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历来都是派系博弈和妥协的结果，不是某个人说了就算。换句话说，习近平想硬把女儿推上去，几乎是不可能。根据公开资料，习明泽1992年出生，今年33岁。相比之下，党内的那些人都是在体制里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江湖，怎么可能心甘情愿接受一个毫无资历的年轻人直接登顶呢？那么按照中共的传统逻辑，想要晋升总书记，必须走完一整条路线，地方锻炼，中央积累经验，然后逐步攀升。就连习近平自己也是干了几十年才一步一步上来的。那么相比之下，习明泽如果在父亲权力岌岌可危的时候就直接被推上去，那显然难以服众。还有人认为习明泽进中办未必是接班的准备，也可能是政治交易。比如说，如果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被迫交出部分权力，那么女儿进中办可能就是他换取安全感和面子的条件。但是这种安排并不等于接班。再说，在中共体制之下，领导人给子女安排一个位置本来就是常态。那么综合来看，不管是胡历任的爆料，还是陪同外宾的曝光，习明泽的身影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公众的视野。在这背后，到底意味着红色王朝真的启动，还是习近平在困境中所做出的妥协，现在还没有定论。就在外界关注红色公主习明泽的时候，北京政坛的另外一个动作同样让人震惊。中共公安部在短短几个月里密集调整了多名高层，表面上看是正常人事更替，但是仔细梳理就会发现一个趋势，就是公安部正在系统的去王小红化。在今年4月，公安部副部长、国家移民管理局局长许甘露被免职，由王志忠接任。许甘露的履历和王小红紧密相连，可以说是王的小圈子里最核心的嫡系，如今呢却被直接拿掉，信号非常耐人寻味。7月9号又有新的人事安排，杨维林出任公安部副部长，他的履历和王小红几乎没有交集。不到2周之后，7月21号，公安部再次出现了人事变动，林志峰升副部长，并兼任特勤局局长。特勤局这个岗位是非常敏感，因为它直接掌握中央警卫力量，过去是王小红的势力范围。如今林志峰上位，相当于彻底把王的心腹兵拿走了。那么同一时期，公安部的2名副部长陈思源和孙茂利也被免职，他们要么和王小红密切合作，要么呢属于习近平的近圈，如今是同时出局，说明公安部里王小红的班底几乎是被一扫而空。同时，新上来的几位公安部高层，比方说贾立军、徐大同、岳修虎，履历都和王
小红没有什么关系。这样一来，公安部副部长层面几乎全部换血，曾经是王小红最为倚重的几个副手，像许甘露、陈思源、孙茂利全部出局，而新任的人马，不管是来自于吉林、浙江、贵州还是陕西，和王小红都没有什么交集。而更关键的是，特勤局长的位置已经易主，这就意味着王小红在公安部的核心控制力被切断。目前，公安部高层还有9个人，包括部长王小红本人、常务副部长、纪委书记，还有6名副部长。从架构上来看，王小红身边真正的铁杆只剩下一位常务副部长戴苏宝，这也意味着他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独家掌控公安部。而更为微妙的是，最近几个月，王小红虽然多次公开表态说要绝对效忠习近平，但是他的工作重心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外出考察，很少再去执法系统，而是转向调研经济领域，这被普遍的解读为他的权力和职能正在被边缘化。要知道，公安部曾经是习近平最为重要的刀把子，王小红也一直被视为是他最为可靠的亲信。如今，刀把子落入集体管控，已经不是习家军独揽大权，这就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习近平对于公安系统的控制正在松动。有人说这是红色王朝的启动，也有人认为这是习近平失势的征兆。历史已在告诉我们，独裁政权最脆弱的时候就是权力交接的时刻。那么观众朋友们，您觉得呢？习近平是在铺路，还是已经被迫交出了控制权呢？欢迎您在留言区留下您的看法。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别忘了点赞、订阅和转发，并且打开小铃铛。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里点燃希望。